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上安身立命，钱财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人会觉得钱财越多越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成为有钱人的命格。而一个人是否有钱，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手面相特征看出。下面就让大佬带大家从手面相的角度分析一下，哪些人有成为巨富的可能。一、巨富的手相特征。一、手上有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感情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以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二、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三、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若财运线生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四、手掌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数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着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是容易大富大贵的手相。五、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六、田宅宫饱满。在手相中，田宅宫是指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西方手相学称其为金星丘。从八卦类象说，又为艮宫，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房子、田产、物业等等。如果田宅宫长得非常饱满，有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容易早置业，住大房子。七、财帛宫凸起。手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帛宫，西方手相学称其为木星丘，从八卦类象来说又为巽宫。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主要看此部位。假如财帛宫生得凸起饱满，多肉红润的话，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会寻找各类赚钱的机会，并因此而获取巨大的财富。八、
太阳线清晰伸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能不能拥有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升得清晰伸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9. 中脘运发迹的 M 纹。手相中 M 纹是由玉柱纹连接智慧线和感情线后，与生命线形成的一个 M 纹图形。一般早运事业波折，早不于钱财，中脘运发迹居多。这位女士手有 M 纹，属于中脘运才能发财发福的象征。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线，人生目标确定，无人不富，只是早晚的问题。M 型纹理一般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方可成为人上人。如果手中各大线配合得体的话，一般40岁之前可以成事成名，财富丰隆，否则必须40岁以后才可发财。10. 财富纹。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纹线越多，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另外，在大拇指第2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斜纹、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均可称为财富纹。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拥有财富纹的人，无论是横纹、竖纹或者是斜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同时也更加忙碌。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谨慎小心，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辛苦，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2. 巨富的面相特征。1. 额头高耸宽阔。个人的额头如果有着高耸且宽阔的外形特征，那么说明他们善于思考且富有智慧，做事习惯于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解决，并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莽夫。这类人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更是容易在年轻时期闯出一番事业。所以说，额头外形出色的人容易获得富贵。2. 田宅宫较为丰隆。所谓田宅宫，就是指位于眼睛和眉毛之间的位置，不仅仅是上眼皮。这一部位若是有着微微突出、较为丰隆饱满的外形，那么其人的房产、不动产等资产就会非常丰厚。除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取之外，也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馈赠。这类人积累财富的能力很强。3. 鼻梁挺拔，笔直，鼻翼丰满。鼻子是面相中的财帛宫，也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部位。好的鼻子应该是鼻梁挺拔，鼻翼丰满，鼻头圆润。这类人不仅工作出色，正财收入稳定，而且很擅长管理财富，不会在生活中遭遇破财危机。此外，挺拔笔直的鼻梁也意味着命主工作顺畅。4. 颧骨挺拔但不尖锐。高耸的颧骨意味着命主的权势十分强势。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容易成为公司企业的领导者，或者是依靠个人能力成功创业，获得令人羡慕的财富收入。
特别是当颧骨高耸但并不尖锐的时候。其人不仅自身事业运出色，而且还可以在工作中遇到自己的贵人。5. 嘴角微微翘起，牙齿无缝。微微翘起的嘴角象征着命主的心态出色，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保持成熟稳重的态度，有着成大事的资本。而无缝的牙齿则代表着其人金钱观念出色，不会肆意浪费财富，所以说也是有财的面相之一。6. 下巴饱满丰盈。下巴在相学中被称之为地格，代表的是其人在晚年时期具有的运势变化。如果个人的下巴饱满丰盈，线条圆润的话，意味着其人中年之后财运出色，不愁吃穿。在老一辈的观念中，长得胖乃是有钱的象征，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够吃得肥头大耳，身宽体盘。但是在相学中，象征着有钱的特征可不仅仅只是丰满肉感，一些较为重要的部位，比如鼻子、手掌等，还要有着出色的外形或者纹路。有这些特征的人才更容易有不俗的财运。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古老的学问，它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纹路、肉垫等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命运、财运等方面。有些人天生就有富贵的手相，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都能获得成功和财富。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手相呢？下面就来介绍一下3种富贵的手相特征，看看你有没有中奖吧。1. 三才纹，这是指手掌上的3条主纹，即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都清晰而分明，没有杂纹或断裂，形成一个川字。这种手相代表此人天资聪明，一生运势顺遂，能得到财富和名誉。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判断方式：将手掌平放在眼前，观察手指与掌一般长的3条主纹是否清晰而分明，是否形成一个川字。优点：聪明，运势好，财富多，名誉高。缺点：可能过于自信、骄傲，不易接受他人意见。2. 三峰纹，这是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根部都饱满而隆起，像山峰一样。这种手相代表此人有财有路，家中金玉满堂。三峰纹分别对应于巽宫、离宫和坤宫，分别代表财富、权力和福禄。判断方式：将手掌平放在眼前，观察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根部是否饱满而隆起，是否像山峰一样。优点：财富多，权力大，福禄高。缺点：可能过于贪婪、自私，不顾他人感受。3. 玉柱纹，这是指从食指根部向下延伸到掌心的一条直纹或斜纹，又称为当家纹或官运纹。这种手相代表此人胆智过人，能在社会上取得高位和权力。玉柱纹也被认为是学习能力和智慧的象征。判断方式：将手掌平放在眼前，观察食指根部是否有一条直纹或斜纹向下延伸到掌心。优点：胆识大，智慧高，地位高。缺点：可能过于野心勃勃，独断专行，不易与人合作。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相理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
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皱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10.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一个人要是手中有元宝形状的，说明了这个人的财运是很好的，一般都能让自己存到很多钱，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成为有钱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有着很好的理财能力，在工作方面比很多人都要厉害，总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求财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太多，努力之后真的能让自己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一辈子都不缺钱花的，让周围的人感到相当羡慕。11. 小拇指有1-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财运方面真的不错，到了晚年会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就是越老越有福气的一个人来的。其实这样的人对于家庭相当重视，经常都会为家庭付出很多的，也会考虑到另一半的感受，所以能得到对方的宠爱，子女也是很孝顺的，一般都能让自己在事业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太多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12. 智慧线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深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到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深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就越多。13.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手掌厚实且掌心柔软有弹性，是典型的富贵命。拥有此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可以依靠头脑聪慧，从而赚到很多钱财，赚钱的能力非常强，最终将会成为富豪。14.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15.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
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竖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以上就是富贵的手相特征，你是否对自己的手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这些手相就一定能发达致富，还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努力程度来判断。但无论如何，拥有好的手相总是一件值得高兴和珍惜的事情。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手相只是反映一个人先天条件和后天发展的一个参考，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关键还在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只有付出了汗水和心血，才能收获理想和幸福。所以，请不要过分迷信手相，而忽略了自己的实际行动。希望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手指长短不一，各有各的优势和作用，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大多数人5根手指长短都不一样，最长的是中指，最短的是小拇指。当然，也有个别的人食指、中指、无名指一样长，或者大拇指最短。那么，如何从手指判断命运呢？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拇指。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食物，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对的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均，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乐。大拇指比较长的朋友，意味着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进步比较快，学习比较优秀，身体比较强壮，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大拇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比较自信，爱情上比较自信主动，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大拇指比较短的朋友，年少时要靠自己努力，事业上追求务实，喜欢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会白手起家，不喜炫耀自己的财富。大拇指形状长大坚挺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强，学业有成，可以享受父母亲情及育婴。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反之，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大拇指第2节代表理性，第2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沉着冷静。反之，第2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也比较不理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4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大拇指与其余4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代表越保守，越依赖，缺乏开创力，个性沉默，甚至带有神经质。2. 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食指较长的朋友，人生目标比较高，比较事业化，对权力的欲望比较强，在社会交际中善于表现自己，人际关系较好，喜欢别人服从自己，有很强的管理能力，
在爱情上舍得为自己喜欢的人花钱。食指较短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妒忌心，看到身边的人超过自己，内心总是不服气，一定要超过对方。事业上有时比较辛苦，爱情上表现得比较平易近人。食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强，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兄弟姐妹相处融洽，或朋友对自己有帮助，对于感情也能够认真负责。食指形状歪曲短角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气促至，匠不佳，劳碌辛苦，多做少成。食指尖端超过中指第一节2/3的人，野心大，青年时期大起大落。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有管理能力，能驾驭部署，但不会继承父业，会白手起家。食指的长度次于中指，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可靠自信，这类人总是信心满满，是对交代的任何工作都能够做好的靠谱人士。比起团队合作，更擅长个人独立完成，讨厌被打扰。只要让这类人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必定有好结果。把事情交给这一类人准没错。不安于现状，充满追求精神和上进心。食指和无名指差不多长的人，不喜争斗，典型的和平主义。这类人协调性高，是喜欢和别人友好相处的人，喜欢安稳的日子，不喜欢吵架，和任何人都能够相处得好。但是这类人一旦生气，后果会很严重，这点必须要注意，要小心，尽量不要惹这类人发怒。3. 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着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直长为上。圆润直长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伸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均，则是缺乏耐心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感情，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中指明显的比其余的手指长很多的人，意味着他们在中年时事业发达，财运比较亨通，身体也比较健康。中指如果比较短，和其他手指有点歧义，意味着在事业上有时缺乏耐心，干工作时感觉没有希望，就坚持不下来。亦见异思迁，他们的财运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爱情上，他们常常为情所困，因为他们爱得比较深，感情上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比较在意。中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佳，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着心思缜密，能坚持到底。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减质，降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4. 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情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刻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会是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得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个倾家荡产。无名指比较长的朋友，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施，不太受外界的干扰。在爱情上，他们有很强的审美观，比较浪漫的爱情感觉。无名指比较短的朋友比较有个性，在工作上不喜欢好高骛远，踏踏实实，比较沉稳，不喜欢投机冒险。在爱情选择上考虑现实中的生活较多，他们的爱情一般比较稳定，财运也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无名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佳，事业昌荣，家庭和乐，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此外，也代表颇具艺术眼光与审美观。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减质，降不佳，婚姻欠和谐美满。无名指尖端与中指一样长的人，主观意识强，
性喜投机冒险，但缺乏耐性。无名指尖端不超过中指第一节1/2的人，缺乏审美观。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缺乏管理能力，比较管不动部署。无名指的长度次于中指，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属于迷人的被爱型。这类人周围总是围满了人，是被大家喜爱的万人迷。虽然有点不懂得察言观色，但是没有什么恶意，甚至有魅力，到能把这一点都转为自己的闪光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强的，有困难的时候找这类人商量准没错。这类人里，工程师和研究者出奇的多，可能是这类人擅长解谜吧。无名指比食指长又弯曲的人，也代表有惧内的现象。5.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对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够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相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是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小指相对来讲比较长，代表着极强的观察力，语言口才较佳，事业上比较有进取，爱情上占有欲比较强。小指相较于较长的人，也许表示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小指短的人喜欢直来直去，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比较讲究兴趣，他们的财运也比较稳定。在爱情上虽然是爱得比较深，但不太善于语言表达，对另一半比较体贴。小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犟，可享高寿，子女孝贤，可以安享晚年。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停滞不佳，并需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小指尖端超过无名指第一指节节纹的人，可以在公职领域或企业发展，可富可贵。小指尖端不超过无名指第一指节的人，则比较适合没有约束的行业发展，例如业务、老师、医生、科学家、艺术家、自由业等。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